三经碧波蛇的脑袋正中已经鼓起了一只肉包，看起来有点不雅。它的三角形蛇头已经开始变得狭长，身体也比普通蛇类粗厚一些，显然已经是在化蛟成仙的边缘。而那株年份最长的仙节草应当就是它化蛟成仙的关键，只是此时毒性药力还不够，不好对付。李长寿又注意到悬崖下有许多的白骨，其中不少都是人形的骨架，不能硬拼，必须智取。这种快成仙的毒物实力强横，本就是剧毒妖兽。我虽然带着9样不同效果能威胁到普通元仙的毒药，但在他的面前都是无用的。凭我掌握的法术，硬拼虽然不一定会输给他，但是周遭环境太过凶恶，到处都是不稳定的因素，如何智取呢？靠木盾过去，拔了草就跑？不行，蛇类凶兽大多都十分敏捷，这个方案明显不行。在大地之中穿梭的李长寿此时也陷入了思索，心底很快就给出了10多个方案。距离梦寐以求的仙节草越来越近，李长寿的灵识也探查到了更远处斗法的情况。他定睛一瞧，禁不住气息逆涌，在土里咳嗽了几声，差点扭头走人了。怎么又遇到他了？这个有情悬崖有毒是吗？哎呀，干脆改名叫有毒悬崖得了。给他画了地图往西南走，怎么就出现在这儿了呢？与预期的位置差了足足2000里啊！李长寿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感觉自己莫名其妙之中触碰到了一些见识盲区。啊，追杀他的人当中有仙人为恙。李长寿的心底闪过了少许灵光，临时捕捉着那边追逐打斗的情形，突然有了智取仙节草的计策。仔细想一想，若非这个方向出现了斗法的波动，他也无法发现这3株仙节草。而这个方位按照他此前的路线规划，大概率是搜索不到的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自己这一次还要多谢这个有毒悬崖。上次救了你，这次小小的利用你一下，咱们也算两清了。李长寿嘀咕了一句，在土中稍作停顿，再次施展了土遁之术。他法力全开，又极力压制自己的气息波动，迅速且无声无息地摸到了悬崖附近，开始观察追杀有情悬崖之人。此时有情悬崖周身环绕着一把把燃烧着火焰的飞剑，身形悬浮在半空，也在朝着悬崖的方向挪移。他周遭的飞剑飞速旋转，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线。但是李长寿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有情悬崖此时不过是外强中干，这门御剑的法术还没有学到家，只懂得固定招式，不会临场变通，在防守时无法有效反击。而追杀有情悬崖的是6名黑衣人，2名归道境，4名反虚境。他们出手虽然是用全力，但招招不去锁定有情悬崖的要害，显然是想活捉。也是李长寿的运气不错，这伙人另有2名元仙此时在维持着困龙阵。那边某真仙闹腾的厉害，也牵制住了2名元仙的精力。这几个家伙恐怕还不够这条3经碧波石呲牙缝。还好还有2股气息在空中尚未出手，而且这2股气息李长寿都算熟悉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国的殿前大将宇文灵，还有破天峰同门师弟袁清。方圆30里范围内只发现了宇文灵1名仙人，之前察觉到的仙人威压便是来自他。李长寿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袁清这个大暖男为什么还不下狠手？就这么一直拖着，真当自家渡仙门无强人？渡仙门虽然只能算是一家中等的修仙门派，但好歹也是被广泛认可的3教仙宗。俗世王权就算是有几个仙人坐镇，
也不会被杜仙文看在眼中。如果99师叔和他们5个没有在约定时间回返山门，必然会有仙人北上找寻。袁清这一伙人如此磨磨唧唧的，简直就是自己在找死啊！说1000道1万，这个贾暖男还不就是缠这个贾冰山的身子吗？呸！下贱！此时李长寿的眼中，从云上的仙人宇文灵到下方追杀有秦玄雅的这几个人，已经被编号为工具人1、2、3、4，临时锁定在了有秦玄雅的身上。李长寿催动咒法，施风雨咒，直接对有秦玄雅传声入耳：以你此时面朝为前位，退向正位8尺距离。正在御剑抵挡前方法宝轰击的有秦玄雅顿时精神一振。长寿师兄，他怎么在此地？心中虽然疑惑，但有秦玄雅已经下意识地遵循指引，踩着飞剑贴地后撤，2道流光恰好在剑阵侧旁划过，那是一把短刀与一把长钉，飞速袭来却落空了。再退，离位6尺。李长寿传声的口吻略微急促了一些。有秦玄雅一言再顿，又是2道流光在另一侧滑落，随之李长寿的嗓音接连不断地传入他的耳中：别发愣，有余力就反击，注意自己表情，不要让他们起疑。悬崖下面藏着一只厉害毒物，引他们过来，用毒物破敌。离位3尺，转正位5尺。有秦玄雅原本有些黯然的眼眸，此刻迅速地恢复明亮。他紧闭嘴唇，心底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很快他左退右躲，渐渐从容有度。在6名追杀者以及上空2个人的眼中，有秦玄雅整个人突然变得灵动了起来。临阵突破，那6个人的攻势被他接连躲开大半，原本只能够防守的飞剑立刻找到了突破口，开始反攻。这一增一减，有秦玄雅的压力骤然降低了许多，有条不紊的在往内处藏着3经碧波蛇的悬崖退去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悬崖上方的岩层中，离着仙节草不过100多丈的距离。那头3经碧波蛇似乎已经感应到了什么，在悬崖下探出头来，机警地观察着各处。在仙节草前方是一片草地，那株劲挺的黑皮柏树耸立在距离悬崖边16丈处，树荫遮在了仙节草的上方。李长寿找准这黑皮柏树的主根，在岩层中解出土遁，硬顶周遭挤压而来的庞大压力，咬牙施展出了木遁之术，钻入了柏树主根之中，隐藏气息，果断上冲。坤位冲4，离位退6，那毒物已经开始游向左侧了。躲在老柏树那温暖舒坦的树干中，李长寿不断的传声。有秦玄雅离着这棵柏树已不过300丈距离了。这处悬崖是横向突出的结构，此刻那条3经碧波蛇已经游出了原本藏身的岩缝，在悬崖之下贴着石壁游走，蛇头在柏树树干旁边探了出来。他已经被有秦玄雅与6名追杀者给惊动了，自身却并未被空中的宇文灵发现，这让李长寿可以节省大半的谋算。李长寿一心数用，一面极力压制自己体内的气息运转，一面不断出声指点有秦玄雅，还要时刻观察这条魔物的动向，不能不顾有毒悬崖的死活。面还没有磨好呢，总不能就把驴给做成驴肉火烧吧。来了，有秦玄雅距离大柏树仅100丈。3经碧波蛇的注意力完全被斗法的几个人所吸引，他贴着岩壁缓缓游动，隐隐卡住了靠近仙节草的路径，却并没有远离仙节草。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猎杀者，深谙伏击之道，此时也是颇为隐忍，已经将有秦玄雅与前方追击的几人当成了盘中餐、小点心。李长寿已经能想象到，这头3丈长的毒蛇毫无征兆地窜出时，会是何等恐怖刺激的一幕。接下来
木盾口诀流转，李长寿在树干中自由上下，缓缓落去了根茎处。李长寿的传音依然不停：坎位进三，正位退9。毒现在已经盯上你了，稍后专注听我指引。我说起跳二字，你就全力冲向空中，不要有半分犹豫。有秦玄雅在心里又嗯了一声，双手剑指不断的滑动，周遭晕着火光的飞线来回穿梭，玉剑腾飞，长裙飘舞，就如同火焰中起舞的仙子，无比迷人又那般耀眼。空中，宇文灵提着元清的翅膀，助他抵御周遭瘴气。元清注视着下方的有清玄雅，目光中流露出了浓浓的痴迷。宇文将军，这次一定不能再让玄雅再脱身。四公子放心，上次是未曾防范他有挪移宝符，他法力已然不多，待他退到悬崖边时，末将便出手逼迫，到时少主便从旁现身，护在他身前。若他对四公子心底只有厌恶，情蛊的效用或许会减半，须得让他对四公子有些好感才行。宇文将军费心了。末将也有些疑惑，四公子您是如何做到的？60年都未能打动六公主的芳心。今日此事若不成，又或情蛊无法发挥作用，我们必须在此地杀了六公主，还请四公子早做准备。元清紧紧地攥了一下拳，目中有些恼怒，却并未多说什么。下方有秦悬崖已经退到了悬崖的附近，即将进入柏树树冠笼罩之地。早已经落到树根处的李长寿，双目之中突然闪起金光，那句起跳通过咒法钻入了有秦悬崖耳中。有秦悬崖脚下飞剑火光暴涌，曼妙的身影冲天而起，让袭来的几道流光纷纷落空。而追击有秦悬崖的6个人不知前方险恶，径直地冲进了柏树树冠覆盖之地。他们本就没有停步的念头，都是想着向前再冲几步便起跳继续追击。殊不知那树冠的边缘就是一处生死红线。破空声暴起，在悬崖边等待多时的3经碧波蛇毫无征兆地窜出。空中的宇文灵大喊：快退！但此时最左侧的蒙面人已经被这毒物张开的大嘴给咬住了。利齿咬合，蛇手猛拽，这人瞬间被扯掉了半边身子。躲在老柏树根茎之中的李长寿暗自思量，自己跟这头毒兽正面对决还真不好赢。剩下5个人顿时要退，但这3经碧波蛇如何会放过到嘴边的美食？他蛇尾甩出了道道残影，直接将一人砸在地上，顺势封住了其余人的退路，浑身上下细鳞张开，喷出了一股股剧毒的浓雾，立刻将剩下的几人团团包裹。孽畜儿敢！空中传来一声怒喝，便见那道魁梧身形破开云雾，先将手中的班斧抛下，身形也直接扑向了3经碧波蛇。头生肉脚的3经碧波蛇立刻感受到了危险，仰头用蛇手撞向砸落的班斧。他头顶这个形状满是恶趣味的肉包却是自身最硬之处。铿锵声炸下，巨斧被挡飞，3经碧波蛇的蛇手摔打在地上，那肉包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痕，从其内流淌出了一丝丝金色的血。这毒物顿时大怒，蛇尾一震，弹跳而起。空中砸落的宇文灵抬手召回大斧，已是举着斧头迎面砸落。树根处，李长寿右手抠住了3张纸人，略微犹豫，又拿出了第4张。少顷，又拿出了第5张与第6张。左手握住了自己最强的迷药超频软仙散。李长寿等待着撒出软仙散的时机，还要等3经碧波蛇撑不住时再出手。3经碧波蛇不剧毒，这宇文灵却不行。同时李长寿不忘将灵石全面张开，来回搜查方圆10里之内，看看是否有潜藏的危机。另一边，有秦悬崖已经按照李长寿的指引，趁势
退到了悬崖后侧。少了宇文灵护持，袁清也不敢留在云雾中。他也终于亲自出手，从半空冲向有情悬崖，手持3尺清风，想要阻拦有情悬崖离开。然而此时有情悬崖并未想过退走，反手掌控重飞剑，将袁清瞬间压住。尽管长青的修为高了有情悬崖一小阶，却只能够苦苦防守。但有情悬崖分了大半心神，用灵石观察着崖上的激战。他能感觉到不断对自己传声的李长寿就在那里，但此刻却完全感应不到李长寿的具体位置，心里渐渐有些焦急。然而全场的局势尽在李长寿的掌控之中。3经碧波蛇将原仙境初期的宇文灵当作了最大的威胁，不肯退让半步，守护在仙节草之前。宇文灵此刻抓着巨斧不断的劈砍，将中了蛇毒丧失了神智的3名手下护在身后。这般情形之下，宇文灵很难留守，双方接近全力拼杀。李长寿耐心地潜伏着，在老树根部静立不动，等待着出手的时机，并做好了时刻遁走的准备。因为这一次事发仓促，是纯粹应变之举，李长寿也对自己稍微降低了一些要求。这次9成8的把握就出手吧，总是追求10成把握也不太现实。大战片刻，这棵老柏树那有些光秃秃的树冠都被斩掉了小半，巨斧砍出的道道气浪让山崖也多了道道沟壑，坍塌小半。